这个颜色呢是三青色啊。首先，啊，你可以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。现在那啥，这个是我们的三青，你看到那个下来了吗？可能是我这边出问题了，有库存吗？嗯，这个是我们的三青，看到没有？三青啊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三青，可能是我卡住了，我觉得太卡了，我怀疑啊。这个地方是一个三青啊，知道吧？首先这个地方是三青，然后专门找一小碟子，里边是这种白色颜料。哎，我的妈呀！你看，擦干净一点啊，蘸点白色颜料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个姐姐，她跟我说晚上11点，然后她就找我，老师你那个课，我记得那是一个晚上。好的，这是太白啊，太白。注意银丝灌顶的配色是我们的三青和太白，记住配色了吗？记住打个1，三青和太白。啊，对，咋那么黑？手黑。是什么黑？手黑啊！先帮老师点一下赞哦，手比较黑，不好意思。三青和太白是三青，不是三绿哦。屏幕黑，光线没有刚才亮吗？因为我换了个纸啊，这是仿古轩，这是仿古轩，灯光是一样亮的。仿古轩它看的稍微的偏暗一点，知道吧？一样一样，没有，只是因为是仿古轩，它纸是黄色的。对，这个纸张是黄色的，不是纸是黑的。好，纸是黄色的。好，请看了啊，因为先手白，因为我画白了，你们看不清楚。首先，请看调色，黄色调一点，看到了吗？整一支笔调满黄色，群青不是是三青啊，三青。首先笔蘸黄色，看到了没有？黄色打底。首先毛笔蘸上我们的黄色，打底色。然后呢，蘸一点我们的三青，打底色。听懂打个1啊！你看笔蘸黄色打底啊，你看我多蘸点黄的，作为一个底色。然后蘸点我们的三青打底色。听懂打个1，听懂打个1啊，谢谢。好，咱们一起来试个色啊，一起来试一个色，刮干，刮干。咱们一起来对藤黄加上我们的三青，我们一起来试一下颜色。这怎么用笔？把这个毛笔压成这种散封状，你看，哎，按着它，这样能看懂吗？这样能不能看明白？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散封啊？听懂打个1啊，听懂打个1，谢谢。对，藤黄它是一个这样的底色啊，有点微微发蓝的底色，知道吧？微微发蓝的底色。灯不够亮，灯够亮了，它纸不够亮。灯已经200瓦的大灯呢，是这个纸它不亮，纸是黄色的，它有点不太显亮，纸是黄色的。然后你看啊，这个时候请看好了，我们继续画。你看啊，笔啊，笔是这个链接，稍等一下啊。来，你看笔是这个，好，你看毛笔放这儿，你看没有？哎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什么用笔啊？学会什么用笔啊？学会这样的，你看毛笔这样平躺着用笔，学会打个1，把笔印成刷子啊，你看，学会打个1，谢谢。学会这样用笔啊，听懂打个1。对，有点发旧似的，这个没办法，纸就这个色儿。然后你看，左边蘸一点白，右边蘸一点白，中间再来一点白。对，像刷子是的。然后你看啊，哎，是不是画一个比较白的斑就出来啦？
这是其中一个用笔啊，看到没有啊？我因为很多家人说颜色看的不明显，所以我调的颜色稍微重一点，你们要调的比我薄，知道吧？比我薄一点啊，你看，哎，对吧？可以刷出来，知道吧？你们可以颜色调的比我薄一点啊，不一定说每一个颜色跟我调的啊，跟我一样厚，你们可以调的薄一点，听懂打个一，谢谢，听懂打个一。这是一个一个薄色啊，因为我怕你们看不清楚啊，看不清楚。那好，我们在画银丝灌顶之前，首先我们画一下基本笔触啊，对，一些非常基本的笔触，刮干，刮干，伞峰状。宋代牡丹的颜色是吗？好，再蘸一下我们这个什么，我们这个你看白色，补一点到笔尖，左边、右边，你看。是不是出来啦？压成这种，你看伞峰啊，压成这种伞扁平状，对，白里裹着淡绿是的，因为你这样子颜色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其实应该颜色浅一点，应该要浅一点，因为但是我怕你们看不清楚了，看不清楚就不好学了啊。我颜色调重，你们不要说老师那个调重了啊，我就是要重点让你们看得见。首先，外面的花瓣是这么画的，它是这种形状。它是这么一个形状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看我把笔尖放这儿，哎，一躺，两躺，哎，学会了吗？一躺两躺，笔尖朝外，是不是这个花瓣就出来了？听懂打个一啊，听懂打个一。你不要再说老师你颜色重了啊，听明白了吗？一躺两躺就出来了。好，笔尖你看，哎，你看可以这个地方可以稍微你看给它加重一点。啊，你看加白一点儿，是不是这个花瓣就出来？我就躺着呢，一躺两躺，看到了吧？你看，这样是不是一个花瓣就有了？这是一个你看，朝左侧的花瓣，咱们来一个朝右侧的花瓣也是一样啊。好，我把颜色慢慢的调淡，让你们看一下这个调淡之后的效果。对，简单啊，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其实银丝灌顶很好画呢。蘸一下，你看左边一个白的，那你看中间加点白色，对吧？对，我是蘸着的。然后你看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啊，这样子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先把它描出来啊，先描一遍，因为不影响你画的后面。你看，毛笔放这儿，你看啊，这样子一躺，看到了吗？哎，那两躺按一下，三躺。四躺，是不是又一个花瓣画出来了？你看坐着画看2小时，天哪，是不是这样一个你看简单的花瓣，是不是就出来了呢？听懂给主播打个一啊！听懂给主播打个一。学会了没有？这样是不是很简单？然后如果说你像我这样，你有这种小楷笔啊，这种小笔，可以，我们用小笔来画什么？画银丝灌顶里边的银丝啊。银丝灌顶是我们托柜型的牡丹啊，托柜型牡丹。然后呢，它里边是一个半画的一个蕊啊，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蕊啊，容易懂是吧？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花瓣怎么表达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看，我在毛笔里边加点纯白色，很多家人感觉啊，就是第一个这样教的情况。就是有很多家人跟老师说了，老师我在画银丝灌顶的时候，我的笔画不尖，我的这个丝画不细，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？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？有的话你打个一，你说是你还是谁呢？对吧？有的人跟我说老师我画不尖，你看怎么样画的尖？请看好了啊，把毛笔压成扁平状，看到了吗？扁扁的形状，听懂打个一。是啊，一直这样对吧？你看啊，毛笔压成这种扁平状。对啊，这可不得我告诉你吗？一直这样子，怎么会一直这样子呢？你看，啊，大家请看好了啊，我坐一会儿腿酸了。你看笔尖蘸一点这个啊，你看好了，是不是这样侧过来就很扁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细不细？是不是很细了？因为我的笔是那侧过来的呀。你看，如果这样，你看它是不是很粗？这样是不是粗还拉不开？那是不是就拉不开了？能看懂吧？但是你看毛笔这样子呢，你看，
是不是就出来啦？这样能理解吧？把这个笔啊，那捏扁成这种伞状，你看啊，捏成这种扁平状，知道吧？然后这样的斜切过去，你看，这样能听懂吗？能听懂给主播打打一啊！能听懂给主播打个一，谢谢啊。OK， 然后这个时候请看好了啊，很多人在画银丝灌顶的时候呀，他说我也不管3721，反正我就往旁边去开。其实我们在画银丝灌顶的时候，花心处分为2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这样子的，第二部分在这里是这样子的，一定要分为2部分画，不然你画出来会不好看。第一部分是以这个为花心，你看好了啊，请看，以这个你看，第一层往上包。往上包，你看啊，往上卷，就是你看，都往上卷起来，你看啊，长一点啊，都可以，穿过去一点啊，就老师简单的在这包一下，你看到没有啊？穿过去一点，好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往上走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是怎么搞？下面是你看往下面撑开，你看这个花心在这儿，你看，你看这样简单的能理解吧？你看我把它画简单一点，你看这样是不是银丝灌顶的变化就多了？这样能理解吧？它就是一个对，我现在在画，不着急啊。你看，一个是先画中间这一段，再画下面这一段，听懂打个一。它一共是分为2部分画，你不要很多人会这么画的啊，这样4周太阳花一样放射出来。那样子有点死板了，明白了吗？那样子有点轻微的死板，它不美啊。图变成细滑瓣，是的，对，就像菊花瓣包裹起来，你直接那样的它很死板，特别不好看，好吧？这样能理解吧？能理解给主播打个一，谢谢。那样的能理解的给我打个一，好吧？谢谢。OK， 那我们一起来画一朵银丝灌顶，好吧？对，一定要分成2部分画，你不要就一个球给它画完了啊，好吧？对，能理解打个一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画一个银丝灌顶啊，画一个银丝灌顶。先截个图，这个基础画瓣截个图，然后我用那个仿古轩给你画。这个仿古轩还可以，挺好用的啊。OK， 截个图。咱们的银丝灌顶呢，一般比较适合画这种小型的花瓣啊，小型花瓣。我的毛笔呢？我没给，在这儿啊。好，帮老师点点赞啊！首先把毛笔清洗一下，然后呢，蘸一点我们的藤黄，一点点，颜色要少一点啊，稍微你看稀释掉一点啊，比较少。然后呢，蘸一点我们的什么呀？3绿啊，3青啊，3青。刚才我讲的这个东西你们能听懂吗？是不是比较简单？3青啊，稍微颜色薄一点啊，颜色薄一点，微微发绿就行，微微的发绿就行，不要太厚了，太厚不美啊，太深了。OK， 懂就好。你看伞峰扁平状，然后呢，拿一点我们这个白色颜料，调一调，记得要自然一点啊，过渡的相对比，你看让它看到整体比较自然啊，过渡上去。好，左边一下白，中间一点白，你看是不是出来啦？然后你看对，压扁一点，是的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画一个银丝灌顶，画银丝灌顶之前啊，我们先确定一个中心点在哪里啊？这个点在这里，好吧？能看到一个小白点吧？对吧？对，我画个小白点，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心中心，对吧？然后想好了，花丝往上走，你要记住了啊，花往上走说明上面的花瓣比较小，下面的花瓣打开比较大。先画一个4周圆形的花瓣，你看好了啊，画里边，画外边先，你看，先在这儿轻轻的，你看啊，点一下，你看毛笔向下按，学会了吗？你看啊，边按，你看边拉，下来一个瓣，是不是出来了啊？好，这边呢也是一样，你看，点拉长一点，拉长，你看是吧？你看
花的你看啊，边按，你看哎边拉，向里边拉，哎向里边拉啊，旁边你看这个地方可以修饰一下，哎，是不是出来一个小花瓣啦？小小的花瓣就有了，对不对啊？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去点缀点缀啊，还用点这个白色，是不是出来一个小花瓣啊？听懂了吧？一个小花瓣啊，好的，谢谢。然后你看啊，花心处咱们再往上面四周发散，你看这儿再来一个瓣，左边一个点，右边一个点，完了我又点起来了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中间给它你看连起来，你看哎，往下拉，往下拉，好，下来，是不是又出来啦？对吧？向下面开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的啊，蘸一下我们的白色。你看，这个时候往这个地方我再长一朵啊，你看这儿，你看小笔尖儿，你看哎点，我按一按，哎，是不是颜色都下来了？你看这个地方我再点，你看往上翻，哎，是不是给它带一带？你看这个地方向里边，你看给它按进来。就是你只要像我这样，你看两点确定一个方向，然后去连，那连在一起，是不是就出现了这个小花瓣，对不对？小小的花瓣，你看就出来了呀。好，继续的啊。你看，再来一点，我们这个白色颜料可以稍微的稀释一点啊。白色颜料，这3笔你们学会了吗？很简单啊，就是你们可以补白啊，都可以，都影响不大。你看。上面几个画好之后，这个花心儿不在这儿吗？我往下面再来一来，画到下面，花瓣画大一点。像对画线的原理是的，你看这个地方下面是个裙子，这么大一个裙子给它撑开啊！你看这儿，在这个地方你看点点，你看确定3个小点啊，确定3个小点，把它们连在一起。注意了，上面的花瓣比较浓，下面花瓣要浅一点啊！你看，哎。是不是？是不是小花瓣又出来了？浅浅的给它刮一刮，你看，哎，笔尖给它提一点色，是不是出来一个小花瓣？好，继续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一个小花瓣，你看大概这么大啊。好，蘸一点白色的纯白的颜料，你看毛笔压成散锋啊。你看这个地方我再来一瓣大的好不好？大概我的你看这个地方高的在这儿，这个地方在这儿。这个地方在这儿，这个地方在这儿，哎，好肥哦！对呀，就要画肥一点。然后你看，把它画的连在一起，你看，哎，定位线连一连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啊？这个方法因为你留意了半年了，哈哈。好的，你看啊，是不是出现了很多小花瓣，对不对？听懂打个1啊，听懂打个1。对，喜欢主播的话，给我打1好吗？谢谢。是不是花瓣又出来了？好，继续啊。好，蘸点这个什么？你看白色，这个确定点很重要。确定的参差不齐即可，参差不齐即可啊。你看往旁边我们再打开一点，你看这儿，哎，一个点在这儿，2个点在这儿，3个点，4个点。你只要把它确定的参差不齐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对，画的这颜色比粉色好看，你估计它里边就是粉色的，但是它这样会冷一点啊。你看，哎，你看顺着这个小边，你看点一个小侧瓣，是不是出来了？哎，这个地方老师再来一个小侧瓣，往下拉，小侧瓣，对，这样能理解吗？就其实你把它画圆就行了啊，你把它画成一个圆形啊。是不是啊？画成一个专业毕业的吗？我不知道上师范书法系算不算专业哦？上师范书法系算不算专业？来看这里啊，它是一个圆形出来的啊。上师书法系的学生，你的画都是冷美人啊。好的，沾一下我们的白色，比较白色。你看，这样基本上一个构图就出来了，知道吧？你看，画圆一点，画圆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再确定点，那一个点。
两个点，高高低低的，看到没有？确定高高低低的，你看，哎，连起来一个瓣儿。学院的学生哈，对吧？确定这个瓣瓣给大家连起来，师范式的，上师的，这么会教啊！也就是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承蒙厚爱啊！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还要加一点我们的白色。你看是不是基本上一个圆形就出来了？圆形的花瓣是不是就有了？画圆一点不怕的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定位定在一起，然后你看给它连起来，哎，看到我在这连线了吗？对，有没有看到我的连线？是不是整一个花头效果就有了，就往里边包裹啊？幼儿园大班学生挺好，我就喜欢教幼儿园大班的。加一下这个白色，这种画法呀，它是我们工笔画里边的脱白。对，这个叫我们工笔画里边的脱白，知道吧？脱白法。工笔里边有个叫脱染，那它叫脱白的，这个技法叫脱白技法啊。那么其实现在就是这个，现在就是什么叫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年代，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脱白法，脱是那个脱，那个提手旁的脱，它完全可以放在我们的写意技法里边去，知道吧？它是可以放到写意的技法里边去的。没有加水，我没有加水，现在我颜料里有水，对，脱，对，我颜料里有水，是的，脱白。你看现在外面简单的花瓣我画大一点啊，你看上面这个瓣瓣，你看，哎，再提出来一点，你看，哎，往上一压，是不是出来了？脱白啊，那个脱提手旁晕倒，那个脱对，那个脱不是这个脱，是那个提手旁加一个那个脱，这也是提手旁啊。好，这样子你看，基本上是的。真想要怎么转化成写意呢？这个就是工笔到写意的一个转换，脱白的。可能你不是拖拉机的拖，是那个拖，对，是这个拖。对，你看这个下面，你看啊，再加一个小瓣，颜色浅一点。扫，这是深宣啊，不是熟宣，深的，怎么会画熟的画写意？深的，你给我急的了啊！对，这个在课程里是的，你开始提色 ，OK 啊，这样呢，我们一个花头的一个脱白，这样一个简单的花头造型我们就有了啊，看到了吧？简单花的造型，然后怎么办？看好了啊。毛笔蘸一点轻微的蓝色啊，轻微的蓝色，一点点，稍微水分多一点点啊。刮干啊，各种脱是吧？刮干，然后你看从外面向里边扫，颜色稍微浅一点啊，蘸点白色啊，颜色稍微的浅一点，你看这。可以了啊，这样呢，基本上我们一个花头造型就有了，花头造型我们就出来了啊。然后请看，我顺着这个点，擦，往外面打开这个花瓣啊。首先来画我们的这个蕊丝啊，画蕊丝。画蕊丝之前呢，你看，我要确定一个中间的大蕊丝啊，先给主播点个赞，白色。画之前我得先确定，课程里也要这样的讲法才行。课程里就是这样讲的，一直都是这样。首先你看笔蘸白色啊，蘸白色。你看，顺着这个小花中间一个小花心，对不对？小花心向四周放射啊，向四周去发射啊。你看这个地方，首先你看好了啊，确定几个大花瓣，你看点比较厚的花瓣先画出来。看到了吗？画一个比较大的啊，比较厚实的花瓣啊。这个地方你看，我再来一个比较厚实的花瓣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银丝灌顶啊，叫做什么？叫做瓣儿画瓣啊。意思就是说什么？就是说它是由花蕊筋斗云，它是花蕊演变过来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
它里边这个东西是由花蕊来演变过来的。然后你看啊，我向这个花丝向外放射，你看这个地方点拉细，加粗，顿，向上翻笔，看到了吧？啊，慢慢的向上翻笔，听我打个一啊，听我打个一。对，我大尺幅都是单独录的，然后小的这个就是在直播间里讲。你看啊，单独拉丝儿，你看好了啊，朝外边的丝我们先拉，你看穿过它一，哎，对吧？颜色可以重一点啊，你看这个地方。好，继续的向上拉。你看，让这个有点花丝，有点穿插过去的感觉啊，穿插过去的感觉。你看向上穿，其实你这个地方你穿的稍微杂乱一点没关系啊。你看里边只要什么细细的就好了，里边稍微的细一点就好，知道吧？里边咱们穿的稍微细一点，你看啊，你看花心就是整个花心就在这儿吗？你看盖下来啊，盖一盖，能盖则盖啊，你看哎。因为你要记住它，对，是的，这个在课程里边，它是往上面这个花瓣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往里边的这种花瓣是比较大的，它越往外面画，花丝，你看这个丝比较明显啊。就是说，靠近里边的这个花的花瓣比较大，靠近外面的花瓣是什么呀？是比较的小的，就是比较细碎，这样能理解吧？听我打个一啊，听我打个一啊，你看，对吧？越往外面这个地方，它就越来越细。其实里边的花蕊还是比较的什么？比较的小的，就是比较宽、比较肥啊，比较宽、比较肥。然后你再看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拉细一点，你看丝多出一出，你看，哎，对吧？你看丝多出一些啊，你看。然后顺着下面这个地方怎么办？花心，你看点，按宽一点，再宽一点，你看，哎，可以把有些花蕊画的比较是仿古宣式的结构，最后的结构好呀，好的，是仿古神宣式的。然后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比较肥的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你看，包括我向里边卷，你看，你因为是白色的，你大胆去涂好了没关系的，看到没有？因为它就是白色的，你大胆的在里面涂来涂去的，一点问题没有，明白了没有？它就是白色的。好，蘸一下我们这个啊，白色加上我们的纯白色，你看，顺着它就什么包裹，你看，哎，一个瓣啊，你看拉长一点，花心包裹着，对，是的，它被包裹起来，是的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穿过去。注意啊，你的花，你看花丝花一定要有穿插，尽量的，你看有点穿插的表现手法在里边啊，你看。然后它里边本身就是啊，没有那么多白色了，来看到没有？整一个出来了啊！你看这个地方，包裹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画成菊花的感觉。你看，哎，包裹向上，好，再包裹。包着往下包了，直接翻过来了，啊，你看，哎，对吧？它一定是往里边生长的啊，一定是你看往里边去生长的，都要去穿插。你看，废白色，对，亮了吗？亮了，不知道亮啥了？你亮了个啥？你看银丝观点就是废白，你看啊，向里边走，你看细一点。这个时候开始调整，你看花瓣，你看啊，有些比较细的，有一些呢比较什么呀？你看，要出现很细很细的小花丝，有啊。银丝灌顶之前那么火的一个花，你竟然不知道？在这个那个什么牡丹园里边还派了好几个保安去保护它呢。对，派了好几个保安，这个轰动全国的花儿。来看这里啊，你看，这是轰动全国的一款牡丹了。你看啊，给它调整出来。你看现在丝丝是不是很多人小白？你去看一下这个新闻里边，它银丝灌顶就是挺火的啊，它网红花呀。你看这些细细的小丝丝儿，你看给它表达一下。
对不对？对，在洛阳是的。你看这样一个基本上啊，我们的银丝冠点的表达就基本差不多了。这样点再搞点白色，你看最后调整一下这个，你看哎，花丝儿比较细的啊，比较细的出来一点，对吧？相对你看有些花瓣比较的细，然后有些是翻瓣啊，你看提它的白，提一下白，把它提亮一点，知道吧？你看有些翻瓣啊，提的亮一点，二次添白，你看哎，是不是啊？你就是有的感觉，这么漂亮的牡丹，对，它可以画成粉色呀，不着急啊，可以画成粉色的，不要急，我这不准备画粉色了吗？啊，你看加丝丝，因为你们这样子看不到它的花心的，这样你们看不见花心，所以我得把花心给你们表达出来。你看你里边的丝丝多加一点就漂亮，你看往外面勾勒勾勒。OK 啊，变化太多了，这个地方你就往里边加就行，这个地方你看你就使劲的往里头加就可以了，你看。好，那基本上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就有了，然后啊，看好了，大家不要觉得它有多难，怎么回事？你在表达的时候啊，你在表达它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把它的颜色给它染出来就行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看啊，毛笔蘸着我们的一个什么，这叫玫瑰红，看到没有？笔蘸玫瑰红，刮干，稍微浅一点的玫瑰红啊。好，用纸巾的吸一吸，纸巾吸一吸，然后你看找准花心儿的位置，你看啊，去那哎，你看给它染起来，看到了吗？因为它的这个颜色，它自己会睡着，因为它自己会晕开的。你看稍微水分多一点，看到了吗？你看，哎，啊，你看它的一个颜色，我不太建议你里边先画，那要等干。就如果说你先画的这个粉色，那你就得那你就必须等干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一定要像我这样先画白，你看再脱染一下。你如果先画的粉色，它绝对一会儿要等它干完，不然画出来效果就很不好看。你看，其实你不用担心，你看你像我这样就简单的，你看啊，去扫一扫，它不会覆盖在白色上面。你看啊，它是不会覆盖在白色上面的，这样能理解吧？它绝对不会覆盖在白色上面。对，因为我没办法上班，对不对？是不会覆盖在白色上的。你看，哎，看到了吗？能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涂我的，它绝对不会覆盖在上面。是不是出来了？你看一个小小的啊，因为加了它，因为它我们这个银丝冠顶啊，它的这个花头的一个颜色，它里边就是粉红色的啊，里边就是粉紫色的，粉紫色。OK 啊，扫一扫是不是出来啦？有白色的地方画，对，是的。所以我建议你就是，你看这个时候再蘸一点我们的紫色，玫瑰红蘸紫色，啊，蘸紫色。好，你看啊，对，太白这个颜色很神奇的。他说那个姐姐说的是对的，它是唯一我们为数不多里边啊，这个颜色里边，它是一种偏矿物色的植物颜料。太白是这样子的，他说的是对的。很多人会觉得植物颜料，植物颜料，那为什么太白那么神奇？你们发现没有？它特别特别的神奇，这个颜色。来，你看啊，所以说太白它是，其实在玛丽里边的话，它是一个植物型，就是矿物型的颜料，它是有哈白的成分在里边的啊。哈就是那个蛤蜊啊，这种蛤蜊或者贝壳上面的这种白色啊。OK，你看里边是深紫色，深紫色啊，再蘸一点紫色，我们把中间画的最深啊，中间画到最深。你看颜色再蘸深一点啊，你看蘸这儿，哎，再点一点，颜色比较深。这个时候你看你的这个花头的颜色就被你区分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你看你对哈利粉是的，你看这样你花头的颜色就被你给区分出来了。听懂打个一，谢谢。对，听懂打个一。你别看它那个层次很多，其实它还是比较简单的。就真的就是就我这么形容它啊，只要你看过一遍，看老师这直播间讲过一次，你回去线下画，你一定能画出来。好，刷一刷。
OK，你看这样一个粉红色的银丝冠顶我们就有了啊。你看外面是这种绿绿的，然后里边呢是这种，你看有一个你看冷暖色调的穿插啊，穿插就可以了。明天必须画一幅银丝冠顶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然后你看现在画什么啊？我们现在来画它的一个花蕊啊，花蕊，它的花蕊是极其神奇的存在啊。画完我就画一个单朵的吧，好吧？啊，你看三绿三绿啊，三绿加上我们的太白，我下课还得去讲作业呢。三绿加太白，看到没有啊？三绿加点太白，然后你看我们如何画它的这个啊小花蕊。这个花蕊是这么画的啊，其实本身这个就已经是花蕊了。然后你看在这个地方，给它包裹起来，画点绿绿的啊。看到了吗？啊，有一些花瓣是可以被盖过去的。这个地方画的稍微细一点，知道吧？你看，你看这样是不是一个小小的？没有没有，这个就是雄蕊。所有的这个白色的丝它都是雄蕊，看不清啊。对，它被盖住了，肯定看不清。它被盖住了一个部分啊，它肯定是看不清的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它被盖住了。对，这个所有的蕊丝它都是雄蕊啊，跳总，蕊丝就是雄蕊，然后绿色的这个地方是它的雌蕊就行。然后蘸点我们的胭脂啊，毛笔蘸的胭脂，你可以不画蕊吗？那你这丝不是不用画了？那你不要画丝了。你看啊，点一下，哎，你可真会说呢，你不画尾，这丝不是没有了吗？好，包裹起来。太调皮了，又想挖坑给我跳。OK， 你看啊，里边简单的给它包裹一下。对，雄蕊变化，它是变异成了我们这个，变异成了我们这个小的这个叫那啥，它是变异的，变异成了我们这个小的这个花瓣啊，变异成花瓣了。好，然后白色加点这个深紫色，你看上面简单的勾勒几个小小的，哎哎哎哎哎。点缀一下啊就可以了，嘻嘻嘻。那你就不要画了嘛，直接。你看这样就是一朵好看的银丝冠顶就出来了啊。我们画完银丝冠顶之后，你看加一个小小的，我们画一个单支的啊，单支的银丝冠顶，画一个小单支就比较好看啊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加一个比较嫩的、比较小的叶子，我们把它画好就下播好吗？那看好了我的一个调色啊，调色。还有了画银丝冠顶，咱们画银丝冠顶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说有两种画法。如果你喜欢简单一点的画法的啊，你直接用黑色去包裹它，当然那样子就不够典雅了啊，有小花苞有的，蓝色叶子是吧？对，你可以用蓝色叶子画，是的。好，你也可以像我这样，我是用这个颜色的啊，黄色叶子的，因人而异，因人而异，就是你喜欢就好，加点花青。然后加一点我们的紫色，我是什么色都会拿来用的啊，我是比较，对，我是什么颜色都会拿来用，藤黄加三绿刮干，加点紫色，对，我加紫色也能画意啊，紫色好，再蘸点这个啊，好，再蘸一点这个花漆，就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加紫色吗？其实是这样子。我考虑到了这个叶子，考虑到了这个纸张的问题，知道吧？就是当你把纸张给考虑到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会发现，哎，配合纸张使用颜色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画托下面这里，你看我加一个比较简单的小叶子，在这儿加一个，你看我的叶子怎么画的啊？在这儿你看，轻轻的点按，推开，你看我的叶子有点微微发紫。有点微微发紫的，就是你喜欢这种梦幻的颜色吗？喜不喜欢那种泡沫的颜色？你看，对不对？喜不喜欢这种泡沫色？紫色就可以让别人有一种泡沫的错觉，是不是？淡淡的紫色，对，好，你看这个地方穿插一下，
对吧？你看简单的一个效果它就出来了呀。你看这个叶子啊，你看翻一翻，对吧？小叶子，然后你看这个小枝子给它穿出来，你看啊，哎，往上盖一下就行。然后呢，这边我们再来一片叶子在这里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的叶子里边这种透的紫紫的感觉就很喜欢啊。因为我们艺术啊，它是紫色跟我们这种仿古轩啊，你看形成一个撞色，就特别特别好看啊。这一款仿古轩特别好用哦，对吧？它有一个这种撞色，对不对？形成这种暗压，形成这种简单的撞色，明白了吧？它是一个撞色系的啊，撞色，你看还能换成什么颜色好看？尽量都是这种冷色调啊，外面是冷色调，然后里面是这种暖色调，它比较漂亮，知道吧？嗯。尽量以冷暖色调区分啊。这款仿古轩超好用的，就是同款的这个，在这里啊，就是我用的这一款，这个超级好用。你看我在这里从这下面截下一个小枝啊，你好梦幻，你就做梦了，好吧？你看这个地方点一，下一个小枝子啊，稍微细一点，稍微细一点，好可爱啊！别做梦了，你不需要做梦啊！你看，是不是出来这个叶子啊？花是什么颜色调的呀？叶子调的是紫色呀，藤黄三青加紫色调出来的。好，再加点花青，加点花青啊！你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一点点的淡紫色啊，淡紫色就好了啊！你看，这样你看一朵花比较的第一，首先它比较的简单啊，第二它比较的雅致啊。你看，哎，拉长一点。是不是简单雅致的一朵银丝冠顶就有喽？很甜的一个颜色啊，甜甜的。对，花是白色的。然后你看我们上面，我跟大家说，这个地方你穿一个枝，当然是灯光黑吗？灯光不黑，这样黑吗？这样还黑吗？哦吼，好像是灯光黑哦。对，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挡住了。现在黑不黑啊？难过。对，可能什么东西挡住了。刚才陆克那个手机挡住了。你看，OK，给它刮干一点。你看，咱们朝上边这个地方再来一支，看不见白纸上画的颜色，干了就看不见了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你看，穿插一下一个小枝，好了是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失误啊！穿插一个小枝，穿插到这个上面去。你看，穿，哎，从这儿出去，穿的高一点啊。那个地方咱们穿的稍微高一点，好了是吧？好像棉花糖，好大一个棉花糖。你喜欢吃棉花糖吗？你看这个地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看到没有？翻出几个长一点的啊。白纸上画什么颜色？你白纸上就你要打个底色，白纸上你得打一个底色，知道吧？比如打红色啊、蓝色都行，对吧？你看上面我把它纸上凸出来了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你看这个地方拉长一点，然后你看啊，还是你看什么颜色啊？我直接是藤黄啊。这种情况下你就画的简单一点、雅致一点啊。亲爱宝宝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我亲爱的芙蓉姐姐，是我亲爱的芙蓉姐姐吧？蘸一下我们藤黄，我一猜就知道是你。花蕊不太会听着，你看加点紫色，看到没有？藤黄加紫色，淡紫色，加点花青。然后你看啊，画这个叶子啊，叶子你看比较小，你看比按上去一躺，它干完之后会有种淡紫色的感觉啊。你看，哎，是不是啊？颜色最近好，挺好的呀，挺好的。你看看这个地方，认识了好几年了，咱俩。对吧？画点小叶子啊，花头是太白，
太白三青，太白三青，然后加上这个紫色，这样画出来的。你看啊，这样一个一枝独秀，整一个感觉就出来了啊！大家可以截一个图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画长一点，让整一个画面感它更强一点啊！你看这个地方稍微加一加。啊，那个下面你看这个地方出新招是吧？我放大招，我出新招，天天放大，我跟你讲，天天给你们放大招。你看这个拉长一点啊，你看。OK 啊，你看太卡了，美得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叶脉不勾啊，我可能简单的把它调整一下，我不勾叶脉啊，叶脉我不勾，简单调整一个，加一点这个啊，不跟着我会掉队的，必须我跟你讲，跟着我的都已经有些很多都画的很好了，来看这里啊，不卡是吧？欢迎我红一堂哥哥啊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亲爱的红一堂哥哥，他们家纸超级好用。啊，一点点小叶脉勾勒一下啊，你看不要多。关注一下我们红一堂，它是我目前见过纸比较好的一个好的店家，挺好的。来，可以截个图，还有刚下播，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截图啊，截图。叶脉没点呢，叶脉点嘞。啊，这一张是一枝独秀啊，比较简单。